它的神明厅安置的位置是好。如果你家有神明厅，记得你家的所有设计都要绕着它做。传统有讲到说，其实住在神明厅后面好像也对主人比较不好。对，因为传统来说，其实神明厅后面不能的东西非常多啦。是，他自以为自己可以见门就见财神，结果没想到让财神沾染晦气。对，这不太是一个好现象。是。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及开启小铃铛，以及打开下方的西西字幕哦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 Wesley， 又来到我们的节目《前进你家看风水》。在我身旁的老师呢是命运设计系的系主任简老师，欢迎我们的老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哇，前进你家很吉利耶，是不是？我感觉很像在看电视台后面那个会让你赚钱的节目。我们可能即将就要被电视台收拢，老师，你曝光量会更爆了，好不好？好厉害啊！好，老师，今天是这样，这个个案还蛮特别的，它其实是一个公寓，跟上一集不太一样。是，上一集是一个就是集合住宅。老师在公寓跟集合住宅这个部分，会不会有一些所谓，比方说形象上或实际上有没有一些不同？其实蛮不一样。我们一般来说，老公寓的特色啊，就是说第一楼不高嘛，然后容易有漏水的问题。再来是它一般动距很近，在这几个条件底下的时候，它跟一般新式住宅看法就会蛮不一样的。是，对，尤其是漏水是最严重的。对，但是也有好处啦，就是地气很足。是，所以呢，如果这个地方哦是那种传统很发旺的地方，是，因为山水的形式是不容易改变的，不会什么1年2年山就不见了。是，所以它这个地方的发旺持续性会很长。所以你看大家这种什么 key 给处，对，都是在一个地方，然后旺很久，对，那就是因为它这个地气很强。老师说的非常正确，这真的是一个屋主的 key 给处，这是他人生买的第一个房子。那接下来呢，有请老师，我们就在每个空间呢来开始帮他做一一的解析喽。好的，老师，我们今天是首站就直接站到客厅了。是，因为这个房子比较特殊，屋主有跟我们分享说，他其实是因为神明而买了这个房子哦，所以他整个的家里面的布局其实都是以这个神明厅为主。对，他非常在意这个神明厅的风。我想说，这个部分他的神明厅安置的位置是好的。如果你家有神明厅，记得你家的所有设计都要绕着它做，原因是因为神明会放大所有风水的效果，所以神明做得好怎么样？这个赚钱没烦恼。神明做不好，哇，你这夜夜睡不好，所以要注意这件事情。好，然后我们来看它的这个神明的设计哦。神明厅在形家上的逻辑也倾向于龙高虎低，所以你看它的左手边就神明的龙边是比较高的墙，然后虎边是比较低的。那这里在形家上的逻辑是合的。那如果你是虎高龙低，也不要担心啦，因为有的流派认为哦，就是说虎高龙低代表是旺女生。如果这个人家里面女眷多，那基本上也不一定是个坏事。那我们来继续来看哦，这个神明厅的摆法里面还有个我觉得比较对的地方是什么？它基本上前面这一段是没有太多杂物的，你这边都是垃圾或者都是很多东西就成为阻碍。是啊，不是只有前面而已啊，它的龙边虎边也很重要啊。那它这边来看神明的龙边是有些花草，那花草的部分都属于好的，代表说它会旺一些桃花。只是说这个植物的部分，我们建议啊用原叶的，不要用尖叶的。那一般家里植物我们也建议用什么向阳的，就阳气比较重的植物都会是比较好的。好，那再来看它的虎边哦。它的虎边是这一面哦，这一面里面比较容易有几个问题。第一个是这个造型上面做了一个角煞的设计，所以它跟这个女生伙伴的关系就要比较注意一点，或者说容易有些冲突啦，或者说女眷的这个运势也会没有那么好。那再往前干燥花的一个结构，那我们在干燥花都是虚情假意，就是家里面如果女生的话，会容易遇到虚情假意的人。那我想帮那个屋主稍微问一下，在安神明的时候，人家会建议说，后面应该要有一个完整性的一个红纸，或者是一些佛龛上面应该要必备的东西，但是因为它可能为了造型的地方没有，那这个地方会不会影响家运？好，应该这样讲，就是神明有对应的仪式性啊，仪轨全对哦。一般来说是为了确保里面进的是神明，而不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那但仪轨不对，难道在风水上就没有效了吗？其实还是有效的，它也是有放大跟减少的效果。很多人喜欢在家里面收集佛像或神像，每一个神像都会对你的风水有影响哦。所以除非你家真是超级干净，不然其实每个神像如果对到一些形煞，你还是会有问题的。因此呢，尽量不要收集太多的神像在家中是比较好的。老师，我们刚刚已经聊过了，这个整个家的最中心就是神明厅了。是，那玄关的部分大概有没有也跟我们观众朋友稍微再来解释一下？好，首先很重要的是因为它的神明厅会直接看出来，对，所以首先几个点，第一个是它的这个花草比较多啊，对，和这个车子啊、整杂物啊、瓦楞纸板比较多，这建议都要清掉。对，因为神明前面如果杂乱了，这个人出外的运就容易乱。是，对，那比较好的地方是什么？你看这很特别哦，这里明明几户，只有这一户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往前推的，它这个凹角会让它整个运势是看比较远的。
别人只看到这个墙，但他是一路看到最里面。对，然后最里面呢，因为它是坐北朝南哦，这叫纳南气给神明嘛，是，这都属于很发旺的做法。然后呢，你看它前面有个屋檐，有没有一个遮雨棚？是，那遮雨棚也会把这个气再加强，所以这是一个旺财的局啊。刚刚也有提到说，如果在神明前面的这些位置上面，比方说像刚刚有提到的鞋柜等等，这些其实都是要清掉的。可是其实呢，它里面这一段的另外一边虽然神明不看到，对，但也会影响到屋主的前途。哦，是，所以建议要把整个前阳台还有外明堂做好。是，一般来说就断舍离，是，或是有的会放到后阳台。对，但其实后阳台也要整齐干净。是，所以东西还是少一点会好一点。老师，我们来到了厨房的部分。首先它有几个点啊，第一个是它这个冰箱哦，其实它对上阳台是可以直接看到的。对，所以我们在这边加一个布帘，可能就是好一点，稍微好一点，把这个冰箱遮住。应该说它原本已经有做这种就是海棠花的部分，那它就是有点是遮不够。对，然后这两片的玻璃，透明玻璃把它改成所谓的也是雾面的，是，平常拉起来其实就看不到。对，然后再来说，它可能有一个地方要注意是，它这也是构成穿堂煞的结构。哦，但问题就在于说，因为他们这种老房子好处是什么？洞距很窄，是，就我们讲穿堂是有层次的，对，风越大影响越大。那如果它这个打开来，你自然看这么近，它其实没有什么风啦。可是其实新房子跟老房子之间还是有一点差别。老师，那个屋主他其实有去研究了一下，说，右边是龙边，然后所以那边要放水，然后左边放火。请问这样子的部分是观众朋友们理解的逻辑吗？其实我们建议大家是你面向的位置的时候，你的左手就是龙边，右手是虎边，这样比较容易理解。因为你用右边左边大家会误会嘛，用左手右手大家比较容易记住。但问题是它这个颠倒过来的时候，影响也没有那么大。是，因为事实上炉灶放哪里这件事情古代有灶神的时候影响比较大。是，那现在当然有的流派会很在意它的炉灶是不是一定要按在对的位置。对，但是每个流派的做法不同，所以我觉得也不必说过度担忧啦。比较特别要注意，我觉得在所有流派里面都认为不好的是什么？是这个洗手台不能贴着瓦斯炉。是不可以的，其实这个也是很科学的啦，就是生熟分离的逻辑嘛。是，你在这边处理生食的时候，它如果沾到熟的食物里面，就会产生污染嘛，就不太好。这个是属于大家比较公认的。所以其实就现代科学的逻辑来讲，不管今天是左边是炉台或右边是炉台，中间有一个分隔，其实这样生食熟食能够稍微把它分开，形成一个好的动线，其实这样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风水了。没错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前进主卧喽。老师，主卧的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所以主卧上面有几个部分要注意啦。首先，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不是有看到，它其实对面是门对门哦，直接是这样子对着。对，所以其实要加一个门帘是比较好，不然的话就容易有争吵啊、口舌的问题。而且老师，我觉得它超酷的，你知道它这个门原本这样，这也是透明的啊。这样是有色情的，这是不是之前聊过所谓那个就是光影的那个？对。另外是它本身你有这种异味在就不太好，那没有隐私嘛。对啊，而且卧房都被看透，你看它刚好脚又对着这个，对不对？一进来就看到，乒乒乓乓可能会被发现。对，或者是刚好没穿衣服可能会发现，这个不太好。所以其实呢，它原本这样反而这样改起来是好的，对不对？没错。还有就是说，它的这个窗的位置很重要。但这个窗虽然在他家的北边，是，可是他睡了的时候呢，是这个窗是在他西边的。那我们有说西边的窗是可以的，对，所以这个气也是不错的，还算是吉利的。对，主要会旺一些说话的部分。说话的部分，对。那再往后面来看的话，比较特别的是它有一个心经在这个地方。对，房间放心经。一般来说，我觉得房间放心经的话也不是不行，但就是如果你在这边有刑房啊或干嘛，就是会比较尴尬一点，各种乒乒乓乓。对，有点压力。没错，我们是不那么建议啦，不那么建议，但是会比佛像好啦，就是佛像就绝对不行。不过老师既然聊到这件事，我们就顺便问一下，因为这个房间它刚好是那个神明厅的后面，对，那大部分在那个传统有讲到说，其实住在神明厅后面好像也对主人比较不好。对，因为传统来说，其实神明厅后面不能的东西非常多啦。是，我们讲最常见不能厕所，对，然后不能房间新房，甚至有时候不能是灶煮东西，甚至不能洗衣服或等等。但是以现代人来说，我觉得难度还是太高了。现在只要不要过度的严重，什么叫过度的严重？例如说后面是一个洞。或者说后面是一个楼梯，向下的楼梯，这种很大型的形煞，我们基本上都还是不会说硬要他们改掉啦。就是神明朝向朝错东西可能会比他后面的东西错问题更严重。神明看到的东西景色一转换只要那个形煞有一些其实伤害都很大。那它的侧边其实是对着那个厨房，如果它的墙靠着厨房，炉火太近的话，好像也会有一些形煞的问题呢。关于这个部分呢，以前是这样，大家庭里面就是你睡觉有人煮饭，干嘛会吵
吵醒你，这比较不好。但是实际上在现代的时候，比较常见的问题是水管，因为你的这个流理台，或者说你在洗东西的地方会有水管，那这个水管如果有一些问题，会导致它渗水或干嘛，那就房间漏水就会容易噪音嘛，所以比较不好。那影响比较大的可能是它为了做这个颜色的区隔，这边做的是一种比较这种那个水泥风的一种感觉，工业风的一种设计。这个墙面上如果斑驳的多的时候，一般来说如果是造型那还好，如果是它真的有一些黄掉了，对，或一些脏掉了，这个屋主会开始有皮肤上面的问题要比较注意哦。对，所以这一种装饰虽然说现在很流行，但是一旦它开始真正的就不是你贴上去的，对，它真正开始出现问题的时候，那问题会被放大，要比较注意一点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它有一个内梯可以直达到2楼，我们接着要前进2楼喽。好的，老师，这是长辈房，是，而且我发现到它蛮特别，就有一个架高合适，然后还有2张床嘛。我觉得有几个部分要注意哦。首先是它这个门一进来，你看到它就对着厕所，对，所以它跟厕所都要装一个门帘哦，然后这避免这个晦气直接过来了。是。然后第二个点是我们刚刚看到它这个厕所的部分是环绕着这个财神，它贴了很多财神的这个吉利的吉祥，他可能想要见到财神是好的，但其实厕所附近不管是斜对面或对到财神，都属于什么晦气，伤到财神的财。他自以为自己可以见门就见财神，结果没想到让财神沾染晦气。对，这不太是一个好现象。是。然后再来是我们来看它的这个方向，因为这个窗哦。它这个窗大概是开在这个位置，对，开在这个位置的话，现在床位有2个嘛，对。那对于里面这个床位来说，这个窗是在南边，所以这没有太大的问题，这是好的。但另外一边就不一样啊，另外一边是对到这个西南边，对。那如果它是对到这个西南边的时候，容易伤到肠胃，对。然后如果那边又有点漏水，你看有点壁啊，对，它那边漏水，那就是噪音会噪得非常严重，所以这个人都会睡不好，所以呢，晚上闹之类，就反正会噪音，各种状况不太好。是，所以这个房间里面如果要睡2张床，不能这样摆，因为这个窗是一个西窗啦，所以他必须这样子睡过来，然后让这个窗在他的西边，所以他们必须睡一个 L 型。那这样子睡的话，就是它可以纳到吸气，是，它就会好转，不会那么容易噪音。主要是这样。原来大的房间里面摆了2张床，2张床的床位反而是有他自己不同的。没错，就不是说同一个房间都一样，其实每一张床都移一点都不一样。老师，这2层楼多了一个顶楼，同样是露台，会跟5楼的阳台有什么样子的差别吗？是有几个部分不一样哦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很明显有一个角上，就是它那个尖角出来了，对，所以它就会有一些我们例如说官非啊，然后有一些刑伤啊对应的问题。那再来是就我们刚刚讲顶楼的时候，看到对面如果是比较杂乱的，其实对运也会有影响啦，都会造成说它这个事业上的这个阻碍比较多。对，那这都是比较大的问题。然后这个地方好处是它有一个大的露台，所以代表说睡里面这个房间的人还是蛮有前途的。这样。那如果像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可以化解的地方？一般比较常见就是用八卦镜嘛，或是山海阵嘛，去把角煞的位置对抗。那事实上，现代来说，我们看过所有行煞最好用的还是石敢当啦，去对着那个就是煞气的部分。是。那有没有效？其实很快就会知道，你就去看那个石敢当，它有变色或者有裂掉，就代表它有发挥效果。这真的超酷的。所以只要在这个地方放个石敢当，这就可以挡住。对，但它高度就是要有一个大小，基础的大小嘛，不能买那种超小一个，对，你至少要有一定的高度的。对，然后你可以挡着它，对，但不要掉下去哦，这样很危险。其实老师刚刚有提到，就是说外面这种，就是因为毕竟就是跟人家邻过去，是。如果今天是集合大楼，可能就还是会相对比较整齐。没错，所以这种老房子如果能买到一望无际，就非常厉害了。对，那就是真的是风水很好的地方了。所以最好就是那种老房子，出逛出就是一个大公园。对，为什么这种就是大部分会就比较纳气的这种？对，就它比大家刚好高一点。为什么要买老房子前面有公园比较贵？就是这个原因啦。对，好的，那我们就接下来就请老师来帮我们做个总整理吧。好，我们总结一下其实这个房子的特色就是我们讲的，它有神明厅，然后它的神明厅应该围绕着神明厅去做设计，所以它的神明厅设计也不错。一般来说，现在神明厅朝南都还算是相对旺的一个方向。那再来是什么？再来是神明厅前面的这个视觉必须是很干净的。包含它的龙边跟虎边都要很干净，所以一定要整齐干净为上。因此呢，就是让你打扫家里就是你神明厅一有，你基本上家里就乱不得啊。
至少它正前方这一道整个都要是好的，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环节。那在第二个部分呢，要注意的是说，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前阳台，对不对？前阳台比较大，那前阳台比较大的时候呢，基本上都跟你前途有关。所以虽然神明没看到的地方不会影响到神明，但是其他地方也得收干净，因为都属于你前途部分的一个设计啦。好，那再下来呢，我们刚刚就讲到厨房还是一样，就是你要有遮蔽，这个冰箱不能被看到。然后穿堂煞的形成跟风的强弱有很大的关系。如果风没有很大，其实你有穿一点也是还好的。那再进去到它的卧室以后呢，第一个是窗的方位，那这是一个西边的窗，所以还行。第二个是什么？就是墙上面啊，你要注意那些斑驳，不能够有一些那种整个污渍啊、整个脏污啊，都会造成皮肤的一些问题。然后床门对门要加一个布帘，这样比较好。然后不要放一些神明啊，或是一些比较佛教的东西啊，放在卧室里面，因为如果你放在里面，你在行房的时候都会造成一些状况，到底是要行还是不行，对不对？那这行不行很重要嘛，所以到底是这个要怎么做，就有点尴尬了啦。所以1楼的部分大概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再走到2楼。你如果同间房间里面2张床，其实命运会截然不同，因为你的窗开的位置虽然一样，但是2个人睡的时候角度不同，那纳气对就很重要。像在窗在南边，在西边就是属于比较不错的，但在西南边就容易肠胃不好，所以要调整这个床位是很重要的。然后再来第二个部分是，如果你的厕所刚好在你们家的一个算是偏中间的位置。附近的时候，不要放一些神明的东西，可能这个晦气影响到神明，都会有对应不吉利的一个状态，这个也是比较注意的。那顶楼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？就是你外面那个露台啊，容易被一些角射到。那些角煞呢，都会造成说你有一些是非跟一些官非上面的问题，所以维持视觉上的清洁是很重要的。如果真的冲到了一些形煞，我们一般都用石敢当、泰山石敢当红色字的来作为一个对抗，就是它是个短时间的啦。你不要说你要硬要去克这个煞，其实对你来说长时间还是会有问题的。好的，今天呢就是我们前进你家看风水哦。那非常谢谢命运设计系的系主任简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。那如果观众朋友，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，欢迎你在下方留言。如果你也想要我们前进你家看风水的话，不要忘记进入我们的征稿系统，然后留下你的资料，我们就会选到你喽。那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们就下次见喽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